早上5点，现在早上5点，然后我们要去奥斯卫星集中，5点40几分要集合，然后我们这边到 Airbnb 的时候大概是11点左右，所以才睡了4个多小时，超累。我们等下几次要出发？出发。This pudding is tea. Coffee matcha Japanese breakfast. Crab coffee 很干净。可是我们住在那个 tram 的旁边，所以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吵，大概到5点的 tram 就在开。1939年二战爆发后，纳粹占领欧洲大片领土，集中营的数量也随之增加。到了1941年，纳粹开始进行最终解决方案，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屠杀。奥斯卫星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，在1940年到1945年间，纳粹至少将130万人送到这里。其中有110万人在集中营中丧生。二战结束后，波兰政府保留了原址，并整理了受害者的遗物，让后人能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。正如 George Santayana 所说 ，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。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，注定要重蹈覆辙。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，在未来也不该重演。比克瑙是奥斯卫星2号营区，当时火车沿着铁轨直接进入营地，受害者一下火车就被军官进行筛选，健康有劳动能力的人会被送到劳动营工作，而老人、孕妇、婴儿和伤残人士则被告知进淋浴室进行消毒。
实际上，这些淋浴室就是毒气室，他们在里面被毒杀。被送到营区的人生活环境极度恶劣，空间狭小拥挤，一个隔层挤满将近10个人，缺乏卫生条件，食物极度不足，还被强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力工作。难以想象这是真实的历史，这是纳粹暴行留下的残酷证据，也是无法磨灭的历史痕迹。我要去吃午餐。So juicy. She said only 20%. A little bit like the way she. Long wine. Yeah. It's a shower. Okay. Well, When was made by, because those are the kind of想来讲一下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的 tour。所以我们大概是在2个礼拜前订，然后他到前一天才跟我们说，我们的 tour 从中午被移到早上，因为中午的那个场次太满，人太满，6点要去集合，所以他的总共时程大概是早上6点到下午1点半左右结束。被移到早上其实也没有不好，你下午就有整个空闲的时间去做其他事，去逛其他地方，但是就是会非常累，大概是4点就起床，然后5点多去集合的地点，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到那边，大概7点多8点开始。现在好像没有散客可以进去的票，一定都是跟着导览团一起。如果跟着导览团就很看那个导览人的功力，像我们这一团的话，他就是到定点才开始讲解。然后男朋友他妈妈他们去的那一团，他说整个行程啊，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，那个导览的人都有持续跟他们介绍说有什么纪录片可以看啊，或者有什么电影可以参考。就觉得导览的话就是要看人，也是蛮看运气的。
所以如果要去的话，大家记得要很早订票，不然就会像我们一样。昨天我们还去了一个当地的市场，所以买一些水果回来吃，大概就是这样。